Hello， 大家好，我是不随着股市的真心分享价值的 Kevin。这期影片呢，我将跟大家分享，如果你手上有一笔资金，那你要如何去进行投资呢？那我这边主要跟大家分享3种投资方式。第一种方式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就是将钱存在银行里面的定存。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将钱存到股票里面，叫做存股。第3种方式呢，就是将钱存到 ETF 里面，叫做存 ETF。那这3种投资方式，它们的优点、缺点，还有他们适合的对象有哪些？那我今天呢，都会跟大家一起分享。那如果是初次来到这频道的，这频道主要是分享台美股的投资知识。如果各位想要脱离对台美股投资一无所知的状况的话，欢迎订阅追踪。我会在这频道每周分享有用的投资知识，相信对各位一定会非常的有帮助。那如果是想要增加更多基础的投资知识的话，可以订阅追踪我的 IG 或者是脸书，我会在那边分享有用的投资知识，相信对各位也会非常的有帮助。那我们事不宜迟，马上开始。好，那我们今天影片的主题呢，主要就是分享，我们要将钱存在银行里面，还是存股票，还是我们去存 ETF 比较好？这3种方式哪一种方式会比较好呢？那在开始之前的话，我先给大家一个概念啊，就是假装我们在55年前的时候，我们有1000块钱，那我们将1000块钱呢存在银行当中，然后它给我们1%的利息。那55年之后呢，这1000块钱会变成1700块钱。那要是在55年前呢，我们将这1000块钱存在美国国债，然后它是给我们3%的利息啊，那我们的1000块钱呢就会变成5000块钱。那如果是55年前呢，我们将1000块钱呢存在美股的大盘，美股大盘55年前的平均年化报酬率是7%，那我们1000块钱呢就会变成41000块，就增加了大概4000%。那如果是在55年前，我们投资个股，就像是巴菲特一样，他是投资个股的，那他的1000块钱呢，年化报酬率是21%，55年之后呢，他的1000块钱就会变成3600万啊，非常非常的多啊。那这边的话呢是真实比例的部分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思考一下，你认为要如何投资才会成功？你有什么投资策略吗？还是你用什么这样的投资方式 ？OK， 好，那我们现在讲我们第一个啦，第一个就是我们存银行或者存邮局。那如果我们将钱存在银行或者存在邮局，那邮局会帮我们保管嘛？那1年大概就是1%的利息。OK， 那这样子的话呢，就像是我们55年前，我们将1000块钱存在银行里面，连领1%的利息，那我们会获得1700块钱。OK， 那存银行有哪些优点呢？第一个优点就是说呢，你存银行，如果你存在一些官方的银行，就像是一些政府的银行啦，那它的风险就是非常非常低，就是基本上这些银行是不会倒闭的。那有银行的保障的话呢，你也不用担心你的钱会不见。OK， 好，那第3个优点就是四处都有 ATM， 所以要是你缺钱的话呢，你可以马上去 ATM 领，你不需要去什么临柜啊，去交易啊，去卖出你的股票之类等等的。你只要去 ATM， 你马上就可以领到你这笔现金。所以这是存银行的一些优点啊。那存银行当然也会有一些缺点啊，那缺点的部分有哪些呢？第一个就是它的报酬实在是太低了，1年只有1%的话，你根本就无法致富。那第二个就是通货膨胀啊，那各位知道吧？15年前我们大概花35块钱可以买到1块鸡排，那我们现在呢花60块钱都不一定可以买到1块鸡排所以说呢会有一个通货膨胀的一个原因啊。所以要是我们直接把钱存在银行里面，我们会越存越穷，我们购买能力呢会越来越差。那第3个就是说，我们存银行的话呢，我们没有创造一个强大的被动收入来源，所以呢会导致我们无法提早退休。而且要是我们退休的时候啊，我们没有一个被动收入来源，我们会怎样？我们也是一样会越活越穷，越活越穷。OK， 那这就是存银行的一些缺点啊。但是存银行还是有一些适合的对象。那适合对象有哪些呢？第一个就是你厌恶风险的人。也就是说，你无法忍受你的资金受到一点点亏损，你无法忍受的人，那你就非常适合去存银行。那第二个就是你的情绪非常容易受到一些事物的影响。也就是说，假装你去投资一档标的，然后那档标的呢，它可能涨了20%，你就非常的兴奋，然后它跌了10%，你就非常的down。这样子的话呢，你就非常不适合去投资这些标的，因为你的生活呢会受到这些东西的影响。那我就认为这些人不适合去投资。那第3个就是你短时间内需要用到这笔钱。假装你今年要结婚，你要买房，或是你要买车，那你这笔钱呢就不适合去进行投资，你们放在银行呢会比较安全。OK，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存股票的部分啊。那存股票的部分的话呢，我们先了解一下什么是股票。股票就是我们购买的一家企业它的所有权。那企业获利的话呢，它会分红，就像是股息的部分，那我们就可以获利。那如果企业成长、持续成长、持续营收变好的话呢，那企业的价值也会上升。那企业价值上升的话呢，企业的所有权，也就是股票，当然价值也会上升。所以说呢，我们存股票的话呢，我们会有2种获利方式，一种就是股息，一种就是价差。
好，那我们要是要存股票的话，我们就像巴菲特一样，他55年前开始存股，他选了非常非常多的标的，然后他年化报酬率21%，那55年之后呢，他就翻了非常非常多倍哦。所以说巴菲特的话呢，他就是进行存股。那存股的目的啊，就是要打败大盘哦。所以说他跟一些什么指数型的 ETF 啊，追踪大盘指数的这种的哦是不一样的，他的目标的话呢是不一样的。好，那存股票有哪些优点呢？第一个优点就是说，你要是选到好公司，你的报酬可以非常非常的惊人。那第二个就是说，你可以参加这些公司的股东会，也就是说你真的是那个股东啊，像是巴菲特的波克夏哦，你要是持有一股巴菲特的波克夏，你就可以去参加巴菲特的股东会了。不过那个巴菲特的股东会是在美国啦。那如果你像是疫情的关系啊，你不能去参加那些股东会，他们也会有电话会议哦，你可以听电话会议哦，了解说这些企业的它的营运方式哦。所以说你存股票的话呢，你是真正的拥有这个企业的一部分。那第三个就是你可以打造越来越多的股息被动收入，可以让你提早退休。那有非常非常多的公司，他们只要获利了，他们就会发股息。那么以台股来讲的话呢，台股的股息啦，就是比较没有一种成长性，但是美股的股息的话呢，它是有一种股息增长股，就是它股息会越发越多，越发越多。那如果各位想要了解如何去创造越来越多的股息收入的话，可以在下方留言，我要学投资。那 Kevin 会将如何去创造更多股息收入的方式分享给各位，好像对各位会非常有帮助。好，那存股票当然也会有一些缺点啊。那缺点的部分就是，要是你买到烂公司，你的亏损是无限大的。那第二个就是，如果你是投资一些非知识圈的股票，那你持有它的话呢，你风险是非常高的，因为你根本就不了解这家企业它的营运方式，也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获利。你的了解只了解于一些媒体，他跟你讲说，这个企业很好，你就去购买。就像是最近的那个航海王，航海王它的营运方式真的可以支撑它股价翻那么多倍吗？我相信是不行的，但是它的股价在1年内啊就翻了将近2000%，这是非常非常的惊人的。但是我也是发现啊，非常非常多的人去投资航海王之后啊，现在已经被套牢到高点了。所以说呢，你存股票啊也是有一些风险，那个风险就是，要是你买进的这家公司是你完全不知道的公司，你只是跟着一些一窝蜂的人去购买的话，那对你来讲的话就是非常非常大的风险。那第三个就是投资的不确定性比较大因为我们只投资一家公司的话，那这家公司要受到一些外界的影响，那我们的报酬呢就会跟着这家公司一直上上下下。所以说呢，我们投资的时候呢，才会希望说我们买进比较多的公司买进比较多的公司的话呢，那一家公司它的涨跌对我们整体的投资的影响就不会影响到太大所以说是你投资股票的话呢，会有一个不确定性比较大的一个风险。那存股票有哪些适合对象呢？第一个对象就是你要具备一些基础的财务知识，你要懂得如何去分析一家公司啦，比如是像是护城河分析啊，或者是像一些财报的分析你懂得如何去进行分析的话，你才可以挑到好的公司。那第二个就是你要情绪稳定，并且要懂得自我反省。为什么要情绪稳定呢？如果你没有情绪稳定的话，你看到新闻你很容易就受到影响的话，那你就容易买在高点，然后卖在低点。那再来就是自我反省。那为什么要自我反省呢？因为我们投资公司，我们不可能说每一家公司我们都获利非常的多，因为我们投资股票，我们不可能每一个股票都赚得非常非常的多，我们当然有可能会判断失误。那我们要是我们判断失误的话，我们就要进行检讨，然后我们来了解说，我们到底是哪里有问题，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才可以越投资，然后越来越顺利。那第三个就是谦虚，然后懂得持续学习的人。就像是巴菲特一样，巴菲特他还到现在还是持续的学习，他也是有老师，像是查理蒙格啊，或是约翰伯格等等，他都会向这些投资大师学习。那我们这些一般的投资人，我们更要懂得谦虚，然后不停的学习，我们才可能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投资人。第四个就是独立思考，并且我们要有足够的抗压能力。就像是2020年 COVID-19 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啊，迪士尼这家公司啊，它的股价跌到了每一股大概是80多块美金。那时候大家都想说，哇，迪士尼完蛋了，那个游乐园根本上就是完蛋了，就是疫情来了嘛，没人会去游乐园了。结果呢，迪士尼它发展了新的业务，叫做 Disney Plus， 就是可以在线上观看那些他们迪士尼的影片，像是那个复仇者联盟等等。然后他们股价呢，到现在多少？他们股价现在已经到了170块钱美金了。所以说呢，我们要投资的时候呢，一定要进行独立思考，然后抗压能力要够，才不会说什么大家说什么我们就跟着做什么，然后结果呢，我们就会卖在低点，然后买在高点。OK。好，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这家公司就是 MSCI 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那这家公司呢，是我认为非常好的一家公司。就是我们很多 ETF 啊，我们很多 ETF 不是会追踪一些指数嘛，追踪一些规则嘛。那 MSCI 摩根士丹利资本国际公司啊，它就是发行这些规则和这些指数的这个企业。那它的股价表现是怎样呢？它从2011年的8月1号到2021年的8月6号，在这10年当中啊，它的股价呢从35块美金涨到了627块美金。10年的总报酬率啊，包含股息的部分高达1500%，这是非常非常的惊人啊。
那如果是其他公司呢，像是一些联发科啊，或是中华电信，他们的报酬率啊，就是联发科是370%，那中华电信的话呢，则是67%，那 MSCI 的话呢，就是1500%嘛。所以说，要是我们投资股票纯股票的话，我们要是不会进行筛选公司的话，我们就会筛选到一些烂公司，然后烂公司呢跟好公司，他们的绩效差距啊，就会非常非常的大。OK。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纯 ETF 的部分。那我们现在介绍什么是 ETF。ETF 就是交易所交易基金，就像是一个便当或是一个篮子里面，然后它有非常非常多的水果啊，或者是非常非常多的菜色。那这就是主要是分散风险的一个功能啊。那 ETF 又分为主动型跟被动型的 ETF。主动型的话呢，就是有一个基金经理人它主要去操作的。那被动型的话呢，就是追踪一个指数，或者是我们写好一个规则，然后让这个基金呢就跟着这个规则一起走。那纯 ETF 有哪些优点呢？第一个优点就是我们一次会拥有一篮子的股票，那我们投资组合就可以非常的多样化。第二个优点就是我们不用花太多时间去研究企业的基本面。如果你不懂得如何去研究企业的基本面的话，那投资 ETF 是蛮适合的，我们可以省下非常非常多的时间。那第三个就是说，你想要跟着大盘一起获利，或是你想要跟着某一个趋势 5G 的趋势，或者是什么电动车的趋势 ESG 的趋势，或是美股大盘的趋势，你想要跟着这些趋势一起获利的话呢，那你非常适合去投资这类的 ETF。那投资 ETF 又有哪些缺点呢？第一个缺点就是一篮子的鸡蛋，一篮子的水果，当然也会有烂鸡蛋或是烂水果。那这些烂鸡蛋跟烂水果，它就会拉低你整体 ETF 的绩效所以说呢，我们的绩效会受到一些烂公司的影响。第二个就是说，要是我们选到一些不好规则的 ETF 啊，它追踪不好的市场，那我们的绩效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差。所以要是我们选 ETF 的时候啊，它的规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那第三个就是基金公司它不是慈善企业，所以说要是你这档 ETF 啊，它没有热卖，没有人喜欢的话呢，那这档 ETF 啊很容易被清算。你可以想想看嘛，假如你这档 ETF 它规模只有100万，然后基金公司呢它内扣费用大概1%好了，那一年只能给你拿1万块，这档基金它只能拿1万块，那它当然不会想要继续营运啊，它就入不敷出嘛，那这档 ETF 呢它就会被强迫清算。OK。第四个就是我们投资 ETF 的时候啊，有的时候会被当凯子。怎么说？像是有些 ETF 啊，正常的 ETF 美股的 ETF 它大概就是 0.1% 的内扣费用，但是台湾有非常非常多的 ETF 它内扣费用是超过 0.6%。 各位你们知道吗？ 0.6% 的 ETF 它在50年的投资时间当中啊，它可以吃掉你将近 30% 以上的报酬率这是非常的惊人。那如果各位想要了解的话呢，可以看我这部影片。那我这部影片呢有跟你分享内扣费用啊，它是如何去吃掉我们的报酬率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那这张图呢，分别是 SPY 跟0050。SPY 是紫色线的部分就是美股大盘。那0050呢，就是台湾的大盘嘛，就是台湾的50大企业，他们都是 ETF， 也都是指数型的 ETF。但是因为这两档 ETF， 他们所追踪的市场不一样，所以他们的报酬率就相差非常非常的多。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讲到的一个缺点我们投资 ETF 的时候啊，它的规则是非常的重要的。如果他们的规则不一样的话呢，它的报酬的差距就会非常非常的多。好，那这两档 ETF 呢，它们的差距SPY 的部分是267%， 0050的部分的话则是154%，就相差了大概100%了。好，那纯 ETF 有哪些适合的对象呢？第一个对象就是你不懂如何去分析企业，但是你想要让你投资非常的多元化的人。那第二个人就是说，你想要投资，但是你没有时间研究，你可能工作非常的忙，你可能要带小孩，或者你可能要读书等等，那你想要投资，但是你没有时间，那你就非常适合去进行 ETF 的投资。那第三个就是说，你不想要去超越大盘你没有要追求超越大盘的绩效，你只是想要跟大盘的绩效一样的话呢，那你也非常适合去进行 ETF 的投资。那第四个就是美股大盘的 ETF是非常的适合所有的人你不管是活到几岁，你都非常适合去投资美股大盘的 ETF。就像巴菲特所说的，巴菲特他唯一推荐的 ETF 唯一推荐的指数就是美股大盘的指数他认为说，如果你们想要投资，但是却不知道如何投资的话呢，就投资美股大盘吧。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总结一下。纯银行、纯股票跟纯 ETF 技术含量的部分的话呢，纯银行是最低的。那纯股票的部分的话呢，你就要比较高的一个技术那花费时间的部分的话呢，你纯股票你花费时间是比较多的。那高报酬几率的部分的话呢，你只有纯股票你才有机会获得更多额外的报酬。那安全程度的部分的话呢，当然就是纯银行，它的安全程度是最高的。那心态的部分的话呢，纯银行是比较消极的心态，那纯股票的话呢是比较积极主动的一个心态。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进行自我评量的时间你主要是用哪一种方式去进行一个资产的规划呢？第一个纯银行，第二个纯股票，第三个纯 ETF， 第四个其他。那 Kevin 的部分的话呢 ，Kevin 自己纯股票的部分大概占我总资产的60%左右，那纯 ETF 的话大概是20%，
那纯银行的部分的话，大概也是20%。那为什么纯股票只有60%？因为我纯股票的时候，我会投资的是我知识圈的公司，有些不是我知识圈的公司呢，我就会存 ETF， 去追踪它的指数的趋势。这是我自己一个投资的一个方式啦。好，那第二题就是，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投资入门的知识的话呢，你只要在下方留言我要学投资，那 Kevin 会将投资入门的一些知识呢，分享给各位，相信对各位非常的有帮助。你不管是纯银行、纯股票还是纯 ETF， 他们都有适合的对象。那你只要找到你自己适合的方式去进行投资，做好一些资产的配置的话呢，那对你来说呢，就是最好的一个投资方式。好，那今天影片到这边，如果各位想要脱离对台美股投资一无所知的状况的话呢，欢迎订阅追踪。我是不随预测股市，只真心分享价值 Kevin， 我们下期影片见，拜拜。